你的錢包正在被隱形稅吞噬，而90%的人呢，還在傻傻的存錢。如果我告訴你，2025年你的現金購買力蒸發了10%，但是你的銀行賬戶數字呢，卻一分沒少。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發生的一個貨幣魔術。當全世界都在慶祝股市又創新高的時候啊，我要潑一盆冷水。你看到那些漲幅，可能只是貨幣貶值的幻覺。就像把一張100元大鈔撕成了2張50，數字呢還是100，但是價值啊早早的就縮水了。游戲規則已經改变了，歡迎來到印鈔機的時代。讓我用一個最粗暴的比喻解釋現在的經濟，就像你和朋友在玩大富翁，突然銀行家說，哎，房地產要崩了，怎麼辦呢？沒事，我多印點鈔票塞給你們。結果呢，房子價格沒跌，但是你手裡每張鈔票都變薄了。這就是過去幾年全球央行幹的事兒，把資產崩盤的痛苦啊，偷偷轉嫁成了现金持有者的購買力流失。華爾街有個術語叫貨幣貶值交易，那說白了就是印鈔救市，讓持有資產的人越來越富，讓拿工資存銀行的人越來越窮。那看看數據就知道這遊戲有多瘋狂。美元指數從110暴跌到98，那8年來最慘，跌了有10%。黄金飆到4500，漲了71%。白銀更誇張，79一盎司，暴漲167%。但是你的工資漲了嗎？你的存款利息跑贏了嗎？這就是我說的 K 型經濟。資產所有者、科技從業者、AI 相關從業者想坐火箭向上，那傳統工薪族、現金持有者呢，就像坐滑梯向下。這不是貧富差距啊，是兩個平行宇宙。AI 淘金熱，但是你真正應該買的不是金礦，而是賣鏟子的人。大家都知道 AI 火 ，ChatGPT、英偉達這些詞呢，天天都在刷屏。但是99%的人啊，只看到了表面的繁華，沒有看到背後管道戰爭。AI 不是軟件 ，AI 是基礎設施戰爭。那每一個 AI 模型訓練，每一次 ChatGPT 回答你的問題啊，背後都需要恐怖的算力，需要海量的內存，需要瘋狂的散熱、穩定的電力、超高速的數據傳輸。那這就像1989年加州淘金熱，那淘金的人10個有9個都在賠，但是賣鏟子、賣牛仔褲的啊，這就發了大財。所以我的策略是不要去賭哪一個 AI 應用會贏，直接買下整個產業鏈。那我們第一個核心的持倉 VGT 科技 ETF 啊，懶人的必殺技。如果你什麼都不懂，就買 VGT。那這支 ETF 持有322家科技公司，前10大占60%，包括英偉達、微軟、Broadcom、AMD、PLTR。它就是一張 AI 產業鏈的全家桶套餐，而且費率啊比 SPY 還有 QQQ 更要低。2025年 VGT 跑贏了納斯達克100和標普500。為什麼呢？因為它更純粹的押注科技基礎設施，不摻雜那些傳統行業的包袱。第二個核心持倉呢，就是英偉達，印鈔機本鈔。英偉達現在的地位呢，相當於石油時代的沙特阿拉伯，數據中心 GPU 市場它占92%。這不是壟斷是什麼呢？更狠的是，他剛剛花了200億美金收購了 GrowQ 的資產啊，這是歷史上最大的單筆交易，相當於2019年70億美金收購美拉諾克斯的3倍規模。那上次收购英偉達漲了多少呢？自己去查查吧。啊，當然還有個內幕啊，英偉達不只賣 GPU， 它還在自研 AI 模型。那這意味着它要從賣鏟子升級到既賣鏟子又自己挖金礦啊，這叫垂直整合的終極形態。第三個核心持倉台積電，沒有它呢，全球的 AI 都要停擺。70%的芯片代工市場份額，90%先進製程份額，英偉達、AMD、蘋果、谷歌芯片呢全靠它在造。台積電的護城河到底有多深呢？這麼說吧，就算你有錢有技術，想要複製一個台積電，至少需要10年，加上1000億美元的投資，加上全球頂級的人才，加上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這4個條件缺一不可。第4個核心持倉 AVGO Broadcom 互聯網隱形帝國。那這個公司低調到你可能都沒有聽說過，但99%的互聯網流量啊都要經過它的芯片。它的杀手鐧是給谷歌、Meta、OpenAI、Anthropic 定制 AI 芯片。那這些巨頭為了擺脫对英偉達的依賴啊，紛紛找 Broadcom 做專屬芯片。
這就像奢侈品的高低定制，利潤率呢比標準品要高得多。那說完 AI 的正面戰場，現在揭曉一個99%的散戶不知道的秘密武器——白银。你以為白银只是珠宝或投資品嗎？那就大錯特錯了。白银是自然界导电性最好的金属啊，每一顆 AI 芯片，每一台服務器，每一个数据中心机架都離不開它。南美風暴正在形成，讓我列舉幾個驚悚的數據連續5年供應短缺，過去4年累計缺口7億盎司。那中國控制60%到70%的白銀供應，2026年1月開始實施出口許可制度。那 AI 數據中心需求暴增，每個英偉達、Blackwell 機架都需要白銀。那電動車的需求，每輛電動汽車用銀量是燃油車的2到3倍。那如果固態電池商業化，需求呢將會暴增20到40倍。美元持續貶值，2025年上半年跌了11%，50年來最差。這就像一個火藥桶，只差一根導火索。更絕的是金銀比價修復空間。那今年4月份金價是銀價的100倍這在歷史上是極度罕見的。正常的比價是60到80倍，意味着白銀呢還有30%到50%的追趕空間。交易策略 SLV 的看漲期權。如果你看好白銀，最激進的玩法就是 SLV 白銀 ETF 的8持新權價。2026年9月到期看漲期權。我心中的預期路徑呢，僅供大家參考，市場有風險。那1月初呢會衝擊$85，因為中國的政策預期和這個 AI 數據中心建設的一個高峰時期。那1月中旬呢可能回調至$70，因為可能會有獲利了結或短期恐慌。1月末反彈至$75，因為會有逢低買盤入場。2月呢突破$90，供應危機頭條加上美元進一步疲軟。在這裡我要提醒大家，期權是高風險工具只用你虧得起的錢去玩。另外呢，今天我還要說2個被嚴重低估的基礎建設王者。第一個呢就是 NBIS Nebius 歐洲版的 AWS。那這家公司很多人可能沒聽過，但是它的客戶名單會讓你倒吸一口涼氣。微軟、Meta、英偉達。跟 Meta 簽了5年約30億美金的合約，跟微軟簽了新澤西數據中心合約，英偉達親自領投7億私募融資。那它的商業模式是租賃 AI 算力，企業不用自己花100萬美元建設基礎設施，直接租 Nebius 的。那它的這個成本優勢呢是自主設計服務器和冷卻系統芬蘭數據中心運營成本比行業低20%。更重要的是，他拿微軟的合約做抵押，融了42億來擴張。這叫用別人的信用給自己印鈔。再一家公司呢是 AI 時代的數據金礦 Zedar。那這家公司呢有2.45億美國人的數據，每個人有2500多條數據點。那現在的隱私法規越來越嚴，這種數據庫幾乎不可能再複製了。那這就是它的護城河，稀缺性。財富100強裡有40%都是它服務的對象，像這個美國運通、萬豪、T-Mobile。連續17個季度遠超預期。更牛的是 Forrester 研究顯示，它的客戶廣告支出回報率是6倍。第3季度自由現金流4700萬，同比暴增83%，利潤率14%，還有擴張空間。這不是燒錢的科技公司，這是真正賺錢的數據印鈔機。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值得關注的標的我們來快速的過一遍。像這個 Meta， 它的開源模型加上數十億用戶生態防止被閉源模型顛覆。再一個呢，就是谷歌，Gemini 整合着所有產品，自研的 TPU 芯片挑戰英偉達。MU 美國唯一有顯著 HBM 份額的公司 ，AI 模型越大越需要它。RT 樣系統針對高密度 GPU 恰好冷卻5個 Blackwell 機架。IRON 控制3吉瓦電網計劃部署30萬顆 Blackwell GPU。PLTR 企業 AI 操作系統，把 LLM 接入實際工作流。CRWD AI 帶來新的威脅，它的安全平台呢反而是受益的。作為我們普通人，如果你只記住一件事，那就記住這件事。2026年呢，繼續是資產為王，現金是垃圾。我知道很多人會說，我沒錢投資我還在還房貸呢。但是你要明白，不投資本身就是一種投資策略。你在賭美元購買力會保持穩定。而數據告訴你，這個賭注正在輸，那具體應該怎麼辦呢？至少要拿出收入的10%到20%購買資產，股票、貴金屬、房地產都行。
如果你什麼都不懂，就買 VJT 或 VOO 這種指數基金。如果你風險能力承受高，配置5%到10%的白银對沖美元貶值，千萬不要把所有的錢都放在儲蓄賬戶或貨幣基金，那就是慢性自殺。還有一個冷酷的事實，2026年呢會极度波動，可能會有20%到30%的回調，但是在貨幣寬鬆的大趨勢下呢，每次回調都是上車的機會。3月呢还有一個重大的風險，最高法院可能會裁決川普的這個關稅政策違憲。那如果裁定違憲，企業退稅，市場暴漲；如果維持，新一輪不確定性，可能會市場震盪。所以不要 all in 任何一個單一的標的，分散持倉，控制倉位，留足現金應對波動。總結為一句話呢，就是這個時代的規則是要麼持有資產，要麼被通脹收割，中間沒有第三條路。你的選擇會是什麼呢？我們評論區見。以上內容僅為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有風險，決策需謹慎。我是老林，我們下期再見，拜拜。